从帕尔马出发前往希腊的扎金索斯了。我预计在路上大概要跑8到9天的样子吧。在风更大的时候，一个人在船上就比较危险，所以说要提前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一些航海设施。没想到呀，刚才话还没说完，风速就立马达到了8米多每秒，而且我看到天边有闪电，看来这个小雷暴天应该是肯定有的。所以说我已经把主帆全部降下来了，只留了前帆。这样的话会相对在暴风雨当中会好操作一点，看情况吧。如果等一下太糟的话，前帆也得关掉。我现在正在整个跨越的中间部分，你看，两边的岛，背后呢是西班牙，前面是意大利。最讨厌这种在中间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哎呀，无语啊！看来今天又得要奋斗了。2天的平静，感觉现在又要开始暴虐了天气。看到远方的闪电了吗？哎，在急速的向我过来，非常快。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来得非常快。现在的风向是从这边过去的，那我现在在这个云的交界位，还没有进它的暴风云层里面。我在想，我要不要往回走一下，把这个暴风雨区看能不能躲得过。如果能躲得过呢，那就等一会儿再进都行，因为暴风雨实在太危险了。我要往回走，如果运气好的话能躲过，躲过以后呢，这个暴风云层走掉了以后，我们再返回，这样子会好一点。我现在已经把整体方向全部调转了，我和云的交界部分在这个位置。现在我并没有进入到它的雷暴区，不知道这个雷暴要持续多久时间了。但是在这边呢，还是这个云层的另外这一块还依然是晴空万里。我是由西向东在走，我希望这个雷暴是向南就走掉了，它过了以后我们再过一下。远处的那个暴风雨是来得特别猛的，看了一下过不了了，云正在往我的头上过去，再往回走。于是我这边过来呢，我还是现在这个标准，直接到山内那里去。我已经把前帆作为暴风帆升起了，并且同时呢，我应该到船舱里面去避雷。你看天上的云已经在云层当中了。现在已经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看到雷电区在这个位置，一直不停的在闪电。我之前观察到不是很大的那个风暴，其实按道理应该在星期2才会抵达，不应该在今天抵达。浪已经起来了，现在的风速也应该非常大了，我估计。我已经把前帆和主帆全部收掉了，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然后扛下去。如果风速在20米左右的话，就会非常危险，而且伴随着闪电。说实话，这种天气害不害怕？害怕的，因为现在离海岸线还有80海里，再来100米。如果说在这出现了事故，情况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是在远洋航行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
经达到了10多米每秒，但是现在海浪的情况还行。好了，我要进去避雷了，不能再在外面待了。这个雷电伤害是非常厉害的。紧急水已经备好了，然后如果等一下情况再糟糕的话，我会把救生艇拿出来。这不是演练，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我们现在正在雷区里面。你要做的事儿很重要，脚上不能粘贴到任何有金属的东西，这个是木质的，尽量的离主帆远一点。我现在这个遮阳棚里面，尽量让自己的身体绝缘，这是很重要的，不能碰到身上有任何金属的东西。主帆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最后还是到里面去吧。外面就交给自主驾驶了。看起来非常的摇晃。我能清楚的看见远处的雷暴区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但是呢，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消息，可能从镜头里面看不到，我能看到的是目前天空当中的。能看见一些星星，那说明这个云层不是特别的厚，它只是一块一块的暴风区域，这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消息吧。说明可能这个雷暴区域它会很快过去的，也不知道现在的风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我看平均在8米到10米左右的样子，这些都是好消息，说明它可能只是一个局部形成的，不是大规模的。只要是局部形成的，那都还蛮好的。虽然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海浪的情况是比较颠簸的。一定要开一个灯，让你看到浪来的方向，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你才知道怎么样去自救。一般浪来的方向和风的方向会相符，但是呢，有些时候也有一些特例，它会有一个角度。目前我头上还是有星星的。现在的风速已经达到了4、5米每秒了。雷暴区就在我的周围了。这边有一个雷暴区，整个雷暴区都在围着我，我能感觉得到。看前面的闪电没有？我已经进云层了，可能等一下伴随着还有暴雨。现在风速已经是15米每秒了。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小七，我很爱你，知道吗？你要为爸爸感到骄傲，我也一定会扛过去的。看到海水吗？浪非常大，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动了，在原地。有一个雷暴区。非
13.5、13.6、13.9、14米、14.4，刚才已经在15米了，14.5，一直就在这个风速带不停的在动，船上非常的颠簸，非常的颠簸。浪高应该在2米到3米左右了，浪高应该在2米到3米左右。需要加快速度，保持船有一个能够保证角度的一个。好了，前面那个雷暴区在我们的右边了。在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用啊！你自己选的这条路，你就要走到底，对吧？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浪是非常的大，可能现在因为照相机的原因你看不到，但是我手是死的、牢的抓在船上，并且拿绳子捆着自己的。啊，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越得要相信自己的船。因为船上才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比船上还要安全。我必须保持船一直要面对浪，这样的话存活的几率会高一点。这种超远距离航行很容易就会遇到这样的，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雷暴天气。是前面那个雷区，它很快的从我头上过去了，运气是非常的好。然后现在就差前面那个雷区了，不知道前面那个雷区的情况。然后如果能过雷区的话，我们就少了一个危险。一般雷电伴随的就是大风，那我要对抗的就是大风了。上次在北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温度特别低，就零下。今年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只有几摄氏度，狂风、寒冷，伴随着冰雹下来。那天晚上是真的够呛。现在地中海又遇到这样的雷暴天气，但是比北海感觉要舒服太多了，因为至少不是特别的冷。而且我现在运气还算比较好，因为天空上还能看到星星，说明了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它的雷暴云层。那刚才我看到了这个云层已经走掉了，前面还有一个云层，风如果是在往我的右侧走的话，希望我能幸运的躲过这个雷暴云层。那我就只会面临大风天气，相对会少一个难关。希望能过去吧。我需要去检查发动机的状态。首先是积水情况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动机状态有没有问题？发动机目前也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也没有过热，也没有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发动机才是最重要的。
站不稳了，太颠簸了。在很远的远处，我看到了有船只，那里有一艘船，它正在暴风雨区域当中。那边也应该不好受吧，但看得出是一只大型船只，它应该比我要好扛一点吧。会有非常微弱的灯光。我试图和它联系，这样的话，一个是太摇了，一个是不知道它好不好，另外一方面呢，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也可以寻求它的帮助，因为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船只。Hello, this is the Sydney Vessel Deep Blue. Hello, this is the Sydney Vessel Deep Blu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We are both in the storm. We are both in the storm. I can see you both not far away from my boat, probably 2 nautical miles. 没有回复，现在还是没有回复。再叫一次。Hello, this is a Sydney Vessel Deep Blue. This is a Sydney Vessel Deep Blu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please? Just give me a reply, please. 还是没有回复。太摇了。Hello, this is a Sydney Vessel Deep Blu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please? 我估计他听不到。他只能先这样了。看天气的具体情况，一个字，只能扛了，扛。希望你好运。看来我应该是没有雷暴的困扰了。我需要把前帆打开，利用风力控制船的平衡，让前后不至于这么颠簸，让船在一个比较好的角度上面。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过浪，也同时能增加一定的速度。我们也叫暴风帆，现在浪非常大。好了，暴风帆升起来了。船会相对稳定一点，现在速度也会快一点。现在风速已经慢慢降下来了。仿佛这个雷暴已经过去了，风速现在只有5.6米左右了，看来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虽然船上还抖得很厉害，能听到声音了，在海上就是这样的。你真的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才行。因为这种事儿是你肯定会去面对和遇到的。下午的时候还晴空万里，晒着太阳，一到晚上狂风暴雨，然后转瞬间呢，等一下可能又一丁点风都没有。我现在只想赶紧的靠近沙丁岛，好好的把船停下来洗个澡，休息一下。这是我穿越爱琴海的第2天。晚安各位。白天的时候依然是电闪雷鸣的，昨天晚上到现在就没有消停。浪越来越大，浪越来越大。
太难了，越接近沙丁岛越难。船的速度已经在7.5节了，在休闲船只里面已经非常快了。我能看见后面的乌云已经把太阳慢慢遮住了。我只希望两股气旋不要合在一起，气旋的力量会非常的大。如果在这里发生的任何的意外，都将是致命的，基本没有存活的几率。